星途 EX7 的城区副驾驶真的是谁开谁爽。你们要是有时间去门店试驾体验一下，你们绝对会认同我所说的话的。它现在最新的这个一段式端到端的副驾驶表现真的很丝滑，你们可以看看我们接下来整个城区的智驾体验。那现在通过这个路口是毫无压力的，像这种城区路段啊，对星途 EX7 来讲几乎是没有什么挑战的难度。到前面会有一个环岛，我们看它到环岛怎么开。这条路车是比较多的，能看到两侧有很多大巴车、汽车，路上还有很多电动车。在这条路上经常会发生一些电动车乱窜或者汽车加塞的情况，人开都要比较小心但这个车开得特别稳。而且它车道居中保持的能力很强，没有出现什么压线或者偏左偏右的问题。我上条视频有说过 EX7 对比之前的 ET 和 ES 这方面有好很多，有很多朋友说系统一样，前方即将通过环岛，它的智驾表现不一样呢？难道是厂家故意对 ET、ES 的这个副驾驶做弱化的吗？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并没有因为这几台车的传感器数据不一样，系统版本也会有一点差异，所以它最终表现出来水平肯定是有差异的。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EX7 能做到这种水平，那 ET 和 ES 自然也可以，无非就是在等一个版本的更新优化嘛。这里红灯了，需要等一等。等红灯的部分时间比较久所以我会做加速的处理，但是全程是没有进行过任何剪辑的，这点大家可以放心这里环岛它要左转过去，你通过视频这里就能看到这里车流量真的巨夸张。走到前面这里，因为车太多了，所以又红灯了。这里我也做了加速的处理但是它整体开车是没有问题的。那唯一让人觉得有一点遗憾的是，其实这个地方它应该是要往右边车道变道的，但可能是刚才右边车有车，它没办法变过去。这里它其实走的车道线是有错误的，这里绿灯了，它是从最内侧的车道直接往右方转，请注意右后方盲区。但是没办法，它确实是没有变道到刚才那个车道上去，车太多了。它现在汇入到主路很丝滑，没有什么危险性这就是我上一条视频讲的，它很少走错路，但是不代表它完全不会走错路但这个表现我也已经很满意了。它对这些道路上的汽车、电动车识别率是很精准的，很少会出现什么刮蹭的问题。请注意右后方盲区。请注意右后方盲区。这里它要右转，你们能看到前面电动车是很多的，但它开过去没有问题其实这个有点极限，因为左边电动车离我们的汽车太近了，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刮到，但是它很丝滑的处理了。这台车真的就是绕行很积极，变道很果断，决策很丝滑，就是字面意思去形容它这套副驾驶。其实你们看这个视频也能看得出来，它的粘程度高，就是因为它是用 L4 级的副驾驶的场景和模型训练的它这个 L2 级的模型，它对这个交通规则、对这个物理世界的这种认知是很强大的。他看到这个场景就知道怎么处理，就像我们知道9×9等于81，8×8等于64一样。就我们把这个乘法口诀背到脑子里去，我们中间可能会省略这个计算过程，但是我们就是知道它正确答案是什么。其实副驾驶也是一样的，它可以为我们节省大量的算力，所以它这个副驾驶其实对算力依赖是不高的。现在有很多朋友纠结它这个算力只有200TOPS，担心过个2-3年、3-4年以后会不会更新没有冗余了或者越更新越卡。其实这个您不用担心的，它算力200是厂家和文远智行那边团队有认真的去探讨过、研究过的肯定是够用的。
而且它这套副驾驶方案上市之后，它前期这个副驾驶包肯定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我觉得这也算是给我们用户让的一个福利。还有一些 ET 和 ES 的车主在关心后续会不会给大家上这个高速副驾驶版本的众筹升级。这个支架升级要看 EX7 上市的时候厂家有没有相关的方案，我现在也不知道，现在网上只是有传言说可能会上。如果能升级到跟 EX7 这一套方案一样的视觉支架，我觉得应该还是很值得的，很香的。你们看它整体的表现就知道了，特别牛，特别丝滑。虽然说还不能代替人驾，但是作为副驾驶来讲，它绝对可以帮我们日常上下班进行一个大大的减负，尤其是你跑长途的时候。其实副驾驶它最核心的应用场景就是在高速上面跑长途，可以让你变得很轻松。只要是体验过副驾驶的用户，尤其是跑长途的用户，这项功能几乎就已经成为他们的刚需了。只有没有体验过的，还喜欢嘴硬啊，说我就喜欢自己开车，自己开车有驾驶乐趣。真的，你说你一天开个几百公里、1000公里，你连续开个半个月，你还能有什么驾驶乐趣呢？他在城市里都能开这么稳，在高速上他开的就更稳了。这段路对他来讲也没有什么挑战性。之前我夜间拍的那些副驾视频，大家也看到了，他遇到大坑减速带，他会主动进行减速的。但是他现在主动进行一个避让，好像还做不到。但是前面有故障车辆，或者前面有车辆堵住了或者停车上下人，他是会主动绕行的。但是他遇到那种坑主动去进行避让，我还没有遇到过他去做。到这边路呢，虽然不窄，但是车逐渐开始变多，尤其是电动车其实这个时间节点已经属于是晚上接近一个高峰期了，差不多6点钟左右了。再往前面开一段，它差不多要往右拐了。我现在导航的目的地是一个市场中心对吧？属于是里面的一个街区了会比这边主路上要更堵一些这个地方也是有点危险的，因为刚才你看请注意右后方盲区，它开得很稳然后我视频里面这个 HOD 呢，我上条视频有人讲说这个 HOD 看起来很小，这个 HOD 是24寸的就我们用镜头拍到捕捉的画面跟你肉眼看到的那种比例是不一样的，还需要你亲身去开这个车体验一下。毕竟你看别人开始开，还是得你自己体验这条路就很窄了，但是它看起来没有问题该避让的障碍物，该避让的车辆行人它都做避让了通过这个路口呢也很果断，没有任何的犹豫包括跟这个车会车。你看如果是我们新手司机自己开这种路段，我估计开的可能还没他快呢。所以这个副驾驶进步真的非常快，对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就盲目的去信任这种算力。如果要是按谁的算力高低来判断哪个副驾驶好的话，那现在最好的副驾驶华为肯定不会榜上有名的，对吧？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认为华为是最强或者最强之一呢？那不就是因为它的算法好吗？其实我们这一套算法就是用 L4 级商用的算法回灌到 L2 级做训练的，它的整个表现跟目前的这些 L2 级的副驾驶比，我不能说有一个质的提升，但是表现确实很好。你看这个地方会车就是很丝滑，就跟我们人开车一样，没有任何的危险性可言当然了它毕竟是副驾驶，该需要大家接管还需要大家接管。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副驾驶表现怎么样？反正我是被他征服了，你们呢？